王老板，哎，南雅来了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看，这是我刚从广东回来的一批货啊，一水的香港大牌呀！你看看，看看这做工，这质量怎么样？啊，是挺好的，但是这次我先不要了。不要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人家在我这儿是争着抢着要呢。我要不是看你是老熟客的面子上，我这事不提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问问您，有什么活能接吗？找活？啊，缺钱啊？啊，还真有。前两天呀，来少年宫的那补主任找我订了一批儿童演出服。啊，我如果要找你做的话，我这设计费也就省了。不过你这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吗？一共要多少件啊5套100件，咱下个月初就要交货。？1天5件，20天就能完成，差不多。100件可想好了，不能掉链子啊。嗯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看来啊，你是真的缺钱。尺寸呢？你赶回去忙吧。谢谢老板。在桂香姨这儿要听话啊。先去把医院的账结清啊！我不能收，桂香姐，拿着，不是你帮我带婉婉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借你的，还是看病最重要。别的钱我还不会借呢。我下个月就能还上一些，不着急，我周洛上大学之前还清就行，行吧？我本来是有些存款的，徐一出事以后把家里的钱全拿走了，对不起。以后不要说这个，谁还没难处啊？哎呀，一圈一圈的，你在转什么啊？哎，我问你啊，晚上姨姨干活，你给我当小助手好不好？好。哟，那你会数数吗？会呀。哟，那还会数数呢？哟，那要是这样，泡泡糖、巧克力、玩具都归你数好不好？好。哦，了不起喽！那跟妈妈说什么呀？说再见吧。你要听桂香姨的话啊。我们最乖了。那我走了，桂香姐，放心哈。走，那我现在就干活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有你陪着我好开心呀。哎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是100件吗？对。好。哎呀，给您点点。哎，3000块。不用点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没事。再见。我知道你因为火车站的事生我气，那不是因为你要带着婉婉跑吗？为了你，我连绿帽子都敢戴，那是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我爱你？真无耻！我有一句话说假了吗？我把婉婉藏起来，那是为了让你着急。大乔安的事，我真的焦头烂额了，这当我求你了。要不是看在你女儿的份上，你现在早就在大牢里了。你但凡还有点做爸爸的人性，就放我们走吧。你别跟我提这个，是我把你从那个人渣手里救出来的，是我不顾家里人的反对，我娶你回来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吃的用的什么不是最好的？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？我是打你了，我打你怎么了？你是缺胳膊还是少腿了？我把你打残了吗？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那天晚上到现在，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。
有多少次做梦，我都在那个湖边醒来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？你肯定忘了。你想想，到那个湖边，你才能想起来咱们俩是因为什么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啊？今天月色正好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湖边看看。哎，那湖里指不定长出些什么好东西呢，去看看呗。放开徐烨！哎呀，我都这样了，难道我的痛苦你不应该帮我分担一点吗？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有多爱你吗？我就是受不了，我受不了你跟外面的男人说话，跟他们笑，他们凭什么配得上你这一笑？你就应该对他们冷若冰霜，把你所有的笑，所有美好，都只留给我一个人。我就想你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好吗？你打你是我不好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。我们好好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相依为命，好吗？徐烨，你这副样子我早就看腻了。你演的累不累啊？你跟陈琳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和陈琳，我们俩只是……你别告诉我你根本就不爱陈琳，这样反而我会瞧不起你。徐烨，我们就不要再纠缠下去了。我给你送回来，离婚的事你就别想了。站住！敢上楼你还跑什么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知道？我谢谢你帮我找婉婉，但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。你怎么能说的这么轻描淡写？你回到徐毅身边，以后就是反反复复、无穷无尽。你每一次都要这样吗？苟且、忍耐，然后认怂。你拿什么立场来质问我？一个关心你的朋友。我们俩从来都不是朋友。所以你怎么说？对我失望了吧？没关系的，走就是了。我没有资格对你失望，我只是忍不了，我忍不了眼睁睁的看着你这样，然后自己轻松快乐的过日子。在你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你会觉得这样一厢情愿的英雄主义毫无意义。你负担不了别人的人生，
尤其是一个跟你没有可能的人。男人的悲剧往往都来源于自大。以后漫长的人生，以后我该怎么面对自己呢？在自己爱的人的面前叛逃一次，然后呢，每次都趋利避害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，这样的人还配活在这世界上吗？大多数人都是这样。可是我不想。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的话，如果不能有勇气保护自己所爱的人，我宁愿去死。周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你那些都是青春期的胡思乱想。我对你没有兴趣，也没有你想的那种感情。小孩子过家家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话都说成这样还不明白吗？你帮不了我的，你有空想想帮帮你自己吧。你都被学校开除了，现在在上复读班，你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吧。不要再来纠缠我，妄想拯救我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走吧。走吧。其实你是喜欢我的。什么？你根本就不是不在乎，或者说不感兴趣，你是害怕，你怕那些脏事连累到我，你怕我因为你受到别人的非议指责，耽误我的前途，你还害怕我受不了年龄的落差，受不了人生的压力。总之，你的话说的越是难听，你越是在乎我。你要不是喜欢我，你根本就不会感到害怕，也不会着急想要把我推开。就算你不接受我的关心，你也应该变得更加的客气、彬彬有礼，而不是一次次想要激怒我，让我感到羞愧、痛苦、窘迫。你太着急想要把我推开了，着急的已经不太像是一个怕麻烦的人。为什么是我啊？不过两个陌生人随便说了几句话。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羞耻的人。这是爱上一个人的理由吗？我从来没有感觉过羞耻，哪怕被学校开除，我一直认为自己行得端坐得直，直到那次在店里，我承认我见到你最开始是欲望，但是后来在欲望下动用，我就确定了，我对你的感情远远超过欲望。你说你要走的时候，我难过的要死了，但是我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后来你不走了，我就算舍命我也得保护你，否则我这辈子心里都没有办法过去。我要你幸福，最起码是自由。你接不接受我都可以，那都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你不要再回到他的身边，妥协跟幸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看我了，没人，让我进来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这几天拍的。他在大桥岸上不干净，谁让你跟踪他的？这是很好的机会。这次大桥案他牵扯到2条人命，如果他要是进去的话，他至少判个10年8年。你不要命了吗？你不知道徐艺手段狠毒吗？又碰到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以为他知道了会怎么办？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隐藏得很好，他没有发现我们。你们？还有谁？哎，这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我想到时候徐艺逼不得已，他也会去自首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有问题吗？要证据我自己会去找。这不一样。我说过，我要带你离开清水镇。我是一个30岁的女人，一个成年人。我也是一个成年人。一个没有进入社会的人就算不上是成年人。你懂得什么叫人生险恶吗？不要再搅和进来这些肮脏的事情。你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现在只管闷头学，什么都别想。考试的事情我一点问题都不会有，而且我要考上最好的大学，这样以后我们才能……闭嘴！你马上停止现在做的一切。你要是再敢缺课，我就告诉你妈。我现在已经不跟了，而且我已经找到其他的办法了。我说话算话。我再这么放任你下去，那就是害了你。你来害我？你要跟我约法3章。只要能见到你，说什么我都能答应。不要再管大乔的事。行。不要在人前跟我走得太近，你学会保护自己。好。不要再对我抱有什么幻想。你怎么管得到我心里的事啊？不同意就永远别来见我。好，我同意。反正我口是心非，你也不知道。刘轩好像不知道他爸在哪，不然也不会去给徐艺。咱们要不要告诉他？小声点。可是刘长水已经消失好几天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说不定刘轩知道些什么，万一我们告诉他，还能获得更多的证据呢。怎么可能啊？他把证件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他？他能把证据给你？我觉得徐艺跟刘长水前几天肯定达成了什么交易。刘长水这几天好像不见了，估计是跑路了。这时候告诉刘轩，只怕是要惹麻烦。算了，他再怎么说。好，安静。大家都坐好吧。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喜讯：金华大学的特招，我们推荐了2名同学，今天拿到了通知，周洛同学进入了复试。安静一下。刘群同学，你也不要灰心，这次金华的特招本来竞争就很激烈，你的成绩也是不错的。不过这次咱们全县只有这么1个名额，进不了金华，自己考，重点大学多的是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那句话，只要进到好的学校，没有人在意你是考了1年还是2年。所以大家不要自惭形秽，都打起精神来，
向周洛同学学习。好。刘俊，干什么？刘俊，刘俊，哎，刘俊，回来，干嘛去了？哎，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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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安静，安静。气度是最不好的啊，竞争可以，要靠苦学。上课了吧？哎，还差几个头发。你们几个一来呀，家里头热闹多了。周叔啊，你今天是没看见啊？刘现在都7个月了啊，他一开始就跟周洛做对比，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？不自量力。对，他简直就是不自量力。周洛呀，爸爸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人呢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都不能翘尾巴的。只要这个小尾巴一翘，就会招人记恨啊。你儿子什么时候翘尾巴？是呀，周叔，周洛在学校可低调了。低调什么呀？我都听你爸爸讲了，说啊，别人上课的时候他在打篮球，别人做题的时候呢他在听音乐，这不是逞能吗？是不是？那有什么嘞？我觉得挺酷的呀，周叔。他有什么好酷的？今天周叔真正的跟你们酷一把，做一把拿手的那个周氏清蒸鱼，好吗？谢谢周叔。哎，你周叔啊，就会这么一道菜，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谢谢周叔啊。行，那我以后假装题不会做，上课听得特别认真，然后测验的时候故意考2次低分。那可不行啊，每次都提前交卷，考低分谁信啊？太明显了啊！提前交卷啊？你那是没戏。哎，对了，经理啊，一会儿走的时候啊，记得提醒我，把给你爸买的2瓶好酒拿回去给他。这次洛呀有今天，多亏了有他。不用桂香姨，我爸还指着周洛当他的活招牌呢。啊？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可爱？哎呀，桂香姨，你要真喜欢我们清理啊，就把听。怎么了呀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你不也想考到北京去吗？你让周洛给你当家教，补补课呗。我看行啊。哎，洛，以后晚上啊，你就不要往图书馆跑了，给清理补课。也不用每天，就1周2次就行。好，每次补课的时候啊，来姨家吃饭，姨负责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桂香姨。哎呀，来了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它味道怎么样？呀，今天发挥还可以哦。这一看着就好吃。是啊。来，儿子，来举杯，祝贺你顺利进入复试啊！继续努力，大家都考出好成绩。对，恭喜周洛！每个人都能金榜题名，好吧？来，开动！来，吃饭了。吃饭。桂香姨给你加油。谢谢。桂香姨再见，桂香姨拜拜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补品，香姨，你们都我们吃的是白吃。哎呀，你留给周洛吃吧。走了，不要。桂香姨再见。哎，经理，等会儿，让周洛送你回去。来，洛，把这个给经理爸爸带过去。谢谢桂香姨，不谢。是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走了，桂香姨，慢点骑。放心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经理，加油啊！快点成绩。我听说清华在海淀区，也不知道那附近还有什么学校。挺多的吧？你说以我的成绩能考上哪所？那边有那种，看自己喜欢的那种。只要能离清华近点儿，考上哪儿都行。我到时候去找你玩吧。我要不骑车送你回去吧？我想走走，回去我爸又看着我。我想撒尿。不好意思啊。好吧。注意安全。你路上慢点儿。
清华，那进了复试以后，录取的几率有多大？不知道，但他们一般说有2种情况，要么就是直接保送，要么就是给个降分通知。那我这种复读生没有办法直接保送。怎么能那么优秀啊？这算什么呢？我优秀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说我要不也帮你熨熨衣服吧？你哪会熨衣服呀？你还不如早点回家复习，别把到手的录取给弄飞了。我不需要复习，我就算不用这个降分通知书，我也能考上。吹起牛来都是不害臊啊！真羡慕这些小孩，能够穿着你亲手给他们做的衣服到处跑。等你要是考上了，我也做一件送给你。我一辈子的衣服都包给你了。快点回家吧，别在这耽误我干活，碍手碍脚。没事，我就算不回去，一般这个点不是去夜跑就是去图书馆，我妈也不会管我。哎，我要不帮你把这些衣服挂起来？那你帮我把这2件挂了吧。桂芬姐，我要的东西就麻烦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进城就给你进。好的，欣姐。经理，你书包忘了吧？啊，就等着你们回来呢。谢谢桂香姨。周洛呢？他没回来吗？没有啊。他刚说他着急上厕所就跑回来了。他肯定在半路找着地儿解决了。那行吧，你自己慢点啊。行，那我回去了。拜拜，桂香姨，为你爸好啊。好嘞。哎呀，你最近看的诗集里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啊？我哪有那个闲情逸致啊？我最近读了一首特别喜欢，我把它抄下来了，我念给你听啊。在我的爱人与我之间必将竖起300个长夜，如300道高墙。而大海会说我们中间的魔法一场。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o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，停电了吗？
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
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啊。情况是这样啊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啊，让一下。这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做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2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哎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！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？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水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3队同志呢？插队了！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！3队的同志，一人进1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科，我们认识，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呀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啊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？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。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啊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你就开门来。不决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决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的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不决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的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坐。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石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嘛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点上，魏国兵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两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，是。来支援了！欧阳，说，欧阳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啊！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。
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地刷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区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儿。好，没事，我还行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套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会儿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，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
当时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先撤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辛苦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面皮里过去的。人就穿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